美国一艘护卫舰被击沉，美台均遭受了重大的损失。各种武器是轮番使用，说到底还是为了唱一出戏给中国大陆听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8月15号那天，美国海军一艘佩里级护卫舰被击沉了。参加对这艘护卫舰攻击的兵力火力还挺多，有 F-18战斗机发射的 AGM-158，就是那个联合防区外武器，还有海军陆战队地面无人车发射的这个海军打击导弹 NSM， 这还是个隐身导弹。貌似呢还有 P-8反潜巡逻机也发射了 AGM-84鱼叉导弹等等等等。据说呢在攻击中，这艘佩里级表现的是非常坚韧，它的上层建筑完全被炸毁，船尾严重撕裂，沉没之前还遭受了各种武器的直接打击命中。之所以那么抗打，是因为这艘船的舱室里边没有燃料，没有弹药，还没有各种可燃物。所以呢，尽管没有人在船上进行损管维修，但是它的抗打击能力也比正常状态下别的军舰要强很多。现在听明白了吧？其实这就是场演习，是美国在大规模2021年这么一个演习中的一个环节。目的就是演练多军兵种联合对水面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。比如说这次使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用 C-130运输机还有气垫船运输了2辆无人导弹发射车，然后每辆发射车各发射1枚 NSM 隐身导弹，导弹飞行100多海里以后命中了目标。用无人发射车发射 NSM 命中目标，在演习中这是第一次。当然，这种演习针对的是哪些国家不言而喻。从演习的兵力构成来看，这非常符合美国海军陆战队依托第一岛链，配合海军航空兵等兵力对解放军海军进行封堵的场景。如果放在欧洲对付俄罗斯海军，比如波罗的海，那就更成熟更有操作性了。那对我们来说呢，无论是这种作战思想，还是美军这种新的隐身反舰导弹的性能，都必须关注。无论是实战还是战前研究，美国海军的滨海作战思想、装备构成都是不能轻视的。但是对台湾来讲，这可能就是让台湾特别心疼的一件事儿。毕竟啊，这艘佩里级是2015年刚退役的，对台湾海军来说，这算是年轻，算是崭新了。想当年台湾买到最后一批佩里级的时候，那个狂喜啊，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呢。台湾某个嘉宾在厦门卫视演播室说的是，能够固守台澎金马呀，能够威慑解放军的飞机潜艇啊，如果能够多拿一艘，台湾肯定还会高兴。其实说不定呢，解放军这边呢，各军兵种也在心疼，因为佩里级在台湾算是仅次于基德级的大船了，防空能力有一些，但是不算很硬。打这种船，这种目标既过瘾又轻松，而且呢容易立功。唯一的问题就是台湾这种大型水面舰艇太少，根本不够解放军参战部队使用。最后的一点希望还被美国人自己击沉了，抢了我们战功。说到底呢，还是美国人脑子不灵。如果这艘船不是被当作把船击沉，而是拆掉一部分关键东西之后卖给台湾，那美国跟台湾某些政客完全可以双赢啊。台湾可以说又获得美国的军备支持，还能提振势力，然后采购升级过程中，政客们还拿到不少红包。美国呢，可以把这艘船直接卖出高价，或者低价出售船体，后边呢要赚足升级改造的费用。把这艘佩里级卖给台湾，那挣的钱完全可以多弄几艘新的靶船，怎么就不行呢？好，关于美国这次在演习中击沉的最后一艘佩里，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